现在叶晨的话，让一向天资极其聪慧的林婉儿都有些摸不清头脑。她满脸疑惑地问叶晨：“公子，现在是南极的冬季呀，不是没有船能通过魔鬼西风带吗？”叶晨微笑道：“我也没说咱们要坐船回去啊。”林婉儿更是惊讶，忍不住问：“那难道咱们要坐飞机回去吗？普通的飞机在南极冰盖上起降，怕是有些困难啊。”叶晨一脸神秘地摇了摇头，微笑着说：“也不是坐飞机。”林婉儿只觉奇怪，想从南极大陆回金陵，只有海空两条路，可叶晨又都说不是，难不成还有别的可能？这一瞬间，他忽然想起叶晨刚才带自己进来时所用的传送阵，霎时间惊骇无比地说：“公子，莫非这里还有能够离开南极大陆的传送阵吗？”叶晨看着林婉儿一脸惊喜，他知道林婉儿聪明，但林婉儿总是刷新他的认知，他不由感叹，林小姐果然天资聪慧，一下就猜到了。林婉儿谦虚地微笑着说：“公子言重了，奴家之所以能够猜出是传送阵，主要还是公子刚才在奴家亲身经历了一次，否则就是让奴家想上3天3夜，也不可能想得出。”叶晨笑道：“那不还是聪明使然吗？”言罢，叶晨又道：“林小姐猜的没错，这地方有9个传送阵，分别对应着地球9个不同的地方，基本遍布各大洲。我先带林小姐回一趟华夏，等你我将普查之母从紫金山庄移过来，我再带你体验一下其他传送阵。”林婉儿惊喜地重重点头，道：“奴家已经满心期待了。”叶晨牵着她的手，脑海中浮现出整个地下城市所有的传送阵。四方宝塔共有9层，每一层都有一个传送阵，而那个能传送到世界各地的八卦图位于四方宝塔的第5层。至于四方宝塔其他8层分别都有什么，叶晨上次没顾得上挨个探寻，便先回了科考站，所以他打算等这次从金陵回来之后再慢慢研究，只是在心底默念四方宝塔第5层传送阵的心法口诀。眨眼间，叶晨与林婉儿便出现在了当日那个八卦罗盘的空间。精通易经八卦的林婉儿，在看着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、乾8个方位的光圈之后，便立刻惊呼道：“这8个在不同方位上的光圈，应该就是去往世界各地的传送阵了吧？”叶晨点点头，指着中间的光圈对林婉儿说：“一共9个传送阵，只有中间这个在华夏，我们要回金陵，就得先通过这个传送阵，到华夏之后再想办法过去。”林婉儿问他：“公子可知这传送阵去的是华夏什么地方？”叶晨道：“蜀西鹤鸣山。”林婉儿一脸恍然大悟的点头感叹：“鹤鸣山确实在情理之中，那里是道家的发源地，想来也是修道者的圣地，说不定这些末法时代之前的修士就是在鹤鸣山悟道入道的。”叶晨点点头，眉头微微蹙起，开口道：“只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。”林婉儿看着他说：“公子请讲，奴家看能否为公子解答。”叶晨牵着他的手来到中央光圈之上，认真道：“咱们边走边说。”下一瞬，两人便出现在了鹤鸣山中的那个特殊山洞之中。林婉儿和之前的2次传送基本上已经做到处变不惊了，叶晨则牵着他的手，轻车熟路地带他向洞外走去。一边走，叶晨一边对他说出心中疑惑：“林小姐，我查过一些历史，道门的发源时间应该在公元140年前后，也就是说距今还不到2000年。如果现在我们所谓的道门是修道一门的祖师，那也就意味着整个修道的历史也不过才刚刚1000多不到2000年，而我们又通过孟长生的生平，大概能够断定孟长生出生时的公元664年，世界就已经进入到了末法时代。这也就意味着从修道开始，再到末法时代来临，一共也只不过短短的500年时间。可是孟长生都活了1000年，对很多高修为的修士来说，
生命周期恐怕只会更长。这短短的500年时间轴，怎么可能容纳得了几代修士的修炼和传承？林婉儿听了叶晨的疑惑，略微思忖片刻，问叶晨一个问题：公子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不过才短短5000年而已，那公子觉得5000年的时间轴能够容纳得了修道一途的发展吗？叶晨想了想，认真道：以我目前对修道的理解，恐怕也只是看到了它的冰山一角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总觉得修道的历史一定需要一个极长的时间去慢慢演化。别说刚才我们推算了500年，就算真的有5000年，似乎也根本不够修道从诞生到崛起，再到蓬勃发展，而后又途径衰落以及末法时代，这几个纪元级的演变，如果放在地球的发展史来看，一个纪元恐怕就要上千万年。林婉儿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：现代人类建造的文明，在地球的自然环境下，恐怕也就能支撑几十万年。几十万年之后，一切人类建造的迹象恐怕都会烟消云散。所以，在地球几十亿年的历史长河里，如果真的出现过某个修道为主的文明，即便他们有大神通，历经岁月变迁，所能遗留下来的痕迹，恐怕也微乎其微。说到这里，两人已经牵手来到洞外。林婉儿回身看着完全没有任何痕迹的山石，心中惊叹这神奇的术法，同时也忽然有了几分明悟。林婉儿一边欣赏着山间那久违的郁郁葱葱的美景，一边恍悟地对叶晨说：奴家懂了，大神通所遗留给后世的表象虽然微乎其微，但绝非没有，肯定还是有些许神通有所保留，就如同我们方才去过的地下城市。所以奴家以此推测，这鹤鸣山之所以是道门的发源地，极有可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先有了修道者在这里活动。也就是说，并非道门是修道一途的开创者，而是修道一途遗留下来的。一直到2000年前，道门的创始人在这里受道，他们留下的神迹启发，继而才创立了道门。叶晨满脸恍然大悟地惊呼道：所以我一开始的思路就是错的，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，而是鸡从哪来，鸡的祖先是谁的问题。如果我没记错，鸡的祖先是恐龙。